大家好，又买了一个平苗。这个平苗买的感觉质量不是特别好，看好多的烂叶子，真的很怀疑这个平苗能有几个存活。不过种着试试看吧。它是用玻璃瓶装的，那玻璃瓶口太小，没有办法，只能把玻璃打碎了，然后倒了出来。有很多烂叶子，可以看到这个黑色的都是它培养基。这个培养基呢都要清理的非常干净，否则的话它会长毛腐烂。所以现在我就给它清洗一下。这个小苗就洗好了，把里面的基质尽量都给清除干净了。那现在呢，我给它泡的就是杀菌剂。这个就是杀菌剂，在巴宁斯买的。那我没有用它原说明比例的量，我用的是1半的量，就怕这个小苗用多了杀菌剂受不了。这里面呢，大概有30个左右的苗吧，有一些特别的小，我估计成活率会很低，试试看吧。那这个苗买的是盾花跳瓣的蝴蝶兰，这个盾花蝴蝶兰在澳洲非常难买到，平常也见不到，即使见到呢，卖的也是特别的贵。那让我发现有卖平苗的，我就下手买了个平苗，自己试试种吧。如果能长大最好，长不大养护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吧。我让它泡半小时，半小时以后再给它种上。这次又订购了一批新的植料。那总有花友问我在哪买的植料，就是在 OK 蛋网站。我这回买的是小号的树皮，那个小号的树皮这是6到9毫米的，种植小苗是非常合适的。还有珍珠岩，这次呢终于买到了木炭。那之前呢我一直想买木炭，总也买不到，这回在他们网站终于看到木炭了。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木炭砸成小颗粒，也和珍珠岩和树皮混到一起。这是一种种植方法。第二种种植方法，我打算用这个蕨类的植物，这叫树蕨，树蕨纤维。这是新西兰的树蕨纤维，也是有非常好的透气、透水性，是非常好的兰花的种植材料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用这种树蕨来种植呢。那这个树蕨的吸水性应该也是很好的，非常适合小苗。种普通的大型的兰花也是可以的，但就是这种树，新西兰的一种原生树，种植所有的兰花都是可以的。今天呢，正好试一试小苗长得怎么样。第三种种植方法呢，就是普通的种植方法，用水苔了。我会把这些小苗分成3份，分别用这3种种植方法来试一下。几个月以后呢，再比较一下，看看它们哪种种植方法长得更好。3种植料都准备好了。首先用的就是树皮、珍珠岩和木炭的混合植料。那装的时候呢，就用这种小盆。因为这个木炭是比较硬的，所以用了一个硬一点的小塑料盆。那把这个小苗尽量放在盆的中间，然后往里添植料。这个植料是干的，树皮干的时候往里装植料更容易，这样更容易拍打盆壁，让这个树皮掉到盆的底部。装完以后呢，再浇水。第二个装的就是树蕨，那树蕨是湿的。那一边装一边往里压，同时要小心不要把兰花的根碰断。下面呢就是用水苔，那用水苔装的时候呢，是先把根用水苔裹上一圈，然后再往小盆里塞。我这回用的小盆呢，就是那种软的、小的、最小的塑料盆。这个水苔稍微挤压的紧一点，因为这个盆特别的小，它是特别容易干。挤压的紧一点的话，水分会干的慢一点。好，所有的小苗都已经种完了。这是树皮的，
树皮种的时候呢是干的，所以给它浇透水了。水苔的最多，因为水苔种起来最容易，而且把好几个特别小的小苗呢合并到一起，种在同一个小盆里。这个是树蕨种的，树蕨种之前也是泡了水，所以水苔和树蕨的都不用再浇水了。好，现在把我的苗都放在了花架上，这个位置呢没有很多的直射阳光，只是有一点点。现在是散光，这个湿度目前是88%，我觉得这个湿度还可以。现在是用一个盖子给它盖着，增强湿度。这儿呢有透气的缝隙，时不常的我要给它喷喷水。那个小苗最怕的就是干燥了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小苗的叶子叶边很容易就焦边了。保湿是头项任务。好，过几周再给大家更新它们的状况。好，谢谢收看，再见。